最新的 SE 第二代有一个很大的缺点。What's up， 配对，我是刘佩 Pierre。苹果昨天晚上发布他们最新的 iPhone SE 第二代，看起来其实是很不错，而且我发现苹果真的很会拍广告，但是它还是有一个缺点。我们这集影片要开始之前，首先要跟大家讲，在最后面我对这个手机的看法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以一个普通使用者不太了解3C 的东西，所以我不是3C YouTuber。先跟大家讲，一定会有苹果 fanboy 看到标题或者看到封面就会先按个不喜欢，没关系，你看到这里再按那个不喜欢一次，好不好？所以总共按不喜欢2次，然后看完就按个喜欢。OK， 好，影片继续。这台最新的 iPhone SE 是用 iPhone 8的外表，但是里面是用最新的 A13 晶片。A13 晶片就是在我们的 iPhone 11、11 Pro 还有11 Pro Max 里面，就等于说它非常的快。后面只有一颗1200万像素的广角单相机系统，就等于说只有一颗镜头，这个镜头是 f1.8 光圈，搭配 A13 模式，这一颗镜头不只是可以人像模式，而且还可以景深控制、人像光线，还有 HDR， 但是它没有夜间模式。它的影片功能，这一颗镜头是可以到 4K 60格最高，但是没有音讯变焦。所以后面这一颗镜头看起来其实是很不错，但是前面的镜头只是一个简单的 FaceTime 的相机，是700万像素的，然后 f2.2 光圈，它影片拍摄最高只可以到1080 30格，所以前面的相机不是那么的好。因为这个 iPhone SE 第二代它是用 iPhone 8的外表，所以它没有 Face ID。反而它是有 Touch ID， 那我知道也是很多人喜欢这个 Touch ID， 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有 Touch ID。这个 iPhone SE 第二代是跟 iPhone 8一样的，在防泼水上面是 IP67 就等于说1公尺，最长达30分钟，它的电池使用时间约与 iPhone 8相同。所以它是完全是跟 iPhone 8一样的电池，但是跟 iPhone 8不一样的就是它有 Nano SIM 还有 eSIM， 就等于说可以有2个 SIM， 这个对很多美国以外的国家其实非常有用的。另外一些更新就是有原材显示，WiFi 的话有 WiFi 6，还有 4G LTE Advanced， 还可以有音讯共享，一台手机可以分享2个 AirPods 这样，它也有触觉回馈触控。就跟我们 iPhone 11、11 Pro 这些一样的。iPhone SE 总共会有3个不同的颜色，黑色、白色还有红色。它的储存容量有64、128还有256 GB。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价钱64 GB 就是14500，而且你再加个2000块台币，就可以多1倍储存容量128。那这里再多3500的话，就是256。我觉得应该不少人会喜欢128 GB 的选择，16500。我觉得讲到那么多，这个最新的 iPhone SE 是很不错的一个更新，因为不少人可能是没有 iPhone 或者很想要买 iPhone， 但觉得太贵，现在有机会可以买一个算是很便宜的 iPhone， 但是里面晶片全部都是最新的、最快的。我的看法，我是觉得这个 iPhone SE 2是很不错，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很大的荧幕，像我现在是一直在用这个 iPhone 11 Pro Max， 就是因为我想要很大的荧幕，但是我知道有些人是可能不想要那么大的荧幕，就可以买这个 SE 第二代。但是等一下，刘佩，你不是说你觉得这个新的 SE 不好吗？尤其在标题上，我是说这个不好啊，什么不好啊？刘佩为什么一直要批评苹果？我先跟大家说，我其实是苹果的 fanboy， 我是用很多苹果东西，不只是电脑或者手机或者手表，我在充电所以现在没有带。SE 第二代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尺寸，对某些人来说，这个4.7寸的机型还是太大，因为它就是 iPhone 8嘛。SE 第二代只是小
11 Pro 一点点而已。虽然它的重量确实比11 Pro 轻很多，因为11 Pro 是188公克，第二代 SE 是148公克，所以在照片里面看起来好像SE 第二代却是最小的。所以如果想要买一个有最新的晶片，很快，然后是最小的 iPhone， 而且很便宜的话呢，当然 SE 第二代是很好，但是还是不少人会想要更小的手机，因为我们在说真正小的手机的话呢，真的就是 SE 第一代113公克，而且我们看这个照片也是看得出来是小很多。我觉得最重点的就是这台最新的 SE 第二代不应该叫 SE， 我觉得它应该要直接叫 iPhone 9或者 iPhone SE Plus。SE Max，SE 这个名称应该要保留给比较小的手机。我买 iPhone 10之前，我也是用 iPhone SE， 我觉得 iPhone SE 真的是很棒，它第一代的，因为它那个 size 是很完美，你用一只手就可以操控。那有些人像是我们这位大大，其实他用了 SE 很久，他是很希望可能 SE 第二代也是一样跟 SE 的那个4寸的 size。但它却不是，它就是弄了大一点，而且真正 Apple fanboy 就知道 iPhone SE 第一代它是 iPhone 4S 的外表跟 size 全部都是跟 4S 一样，只是里面是更快。那 4S 是 Steve Jobs 最后一个做 iPhone 的那个机型，所以很多人也很喜欢 SE 第一代，就是因为是用到 Steve Jobs 最后一台他自己design 的 iPhone。 那 SE 第二代呢，我个人会比较想要 SE 第一代还有 4S 的机型，只是里面更快就 OK 了。我觉得反而这样会对很多喜欢比较小的手机会很开心。但是我懂啊，苹果是必须要用像 iPhone 8的外表，然后放最新的东西在里面，这样的话才可以把价钱拉低。在这种手机越来越大的环境下， SE 的特色，它原本的特色就是它保留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手机，是只有 iPhone 苹果里面有一个这么小的手机。现在苹果也是想要跟着这个环境走，连他们最有特色的 SE 第一代那么小的也变成比较大了。说实话，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小失望，但是这个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可能你们不会同意我这个想法。我也是想要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喜欢这个最新的 SE2， 还是说是跟我一样有一点小失望？因为 SE 第一代原本的特色就是要小。以下留言可以讨论一下，如果觉得我讲的不对，或者我不了解341什么东西，也可以欢迎以下留言。然后不喜欢的话呢，按不喜欢2次。这里我们应该也会有投票。而配对，如果喜欢我对3C的这种看法的影片，如果喜欢的话呢，让我知道，按个喜欢，更喜欢就分享，想要收到最新影片通知以及加入配对，那就订阅，你最棒，记得按铃铛。我好久没有拍这种东西，所以我一直 NG。